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创意十足的犯罪悬疑片，打开时还以为是资源出了问题，但实际上是全片都在电脑屏幕上完成。联想到去年轰动全国的少年失踪案，本片所展现的反转再反转令人深思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，男主大卫有个美满的家庭，他喜欢用电脑记录生活的点滴，从女儿玛格的出生到成长，每一帧画面都见证了他们的幸福。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有一天妻子被检查出患上癌症，这让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。女儿天天盼着和妈妈一起弹钢琴，但她的妈妈还是离开了人世。玛格高中入学的第一天，家庭合影里只剩下了大卫父女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玛格已经习惯新的生活，性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卫时常拨通电话查看女儿，总担心她会养成一些坏习惯。玛格从不顶撞父亲，然后会汇报自己放学后的行踪。得知女儿正在同学家复习功课，大卫询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玛格说可能要到明天早上。刚刚挂掉女儿的电话，弟弟皮特打来了视频，他想讨教泡菜秋葵饭的具体做法。大卫尚未开口，却一眼看到桌子上放着的大麻。几句严厉的训斥过后，皮特赶紧将大麻收了起来。紧接着弟弟突然聊起玛格，这让大卫感觉怪怪的。看到弟弟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似乎有什么事瞒着自己。这时的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周四。当天深夜，玛格打来3通电话，可大卫睡得很香，根本没有听见，这也导致他即将和女儿失联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大卫发现了未接来电，他急忙给女儿打去视频，可一阵忙音后显示无人接听，之后发了几条信息也未见回应。下午3点27分，大卫看到女儿始终没有回信息，这让他工作时没了一点心思，不断切换对话框才稳定情绪，意识到今天是周五，女儿放学后肯定会去钢琴培训班，于是他慌忙找到老师的电话，并给对方打了过去。然而老师却告诉大卫，玛格已经有半年没来学钢琴了。这句话让大卫满脸疑惑，翻看和女儿的聊天记录，自己每周转的钢琴学费清晰可见，而且在上周五还讨论钢琴课呢。很明显，女儿在说谎。想到昨晚的3个未接电话，大卫心中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给弟弟发了几条求助信息，弟弟却说有可能是翘课去玩了，可以问问玛格身边的朋友。听到这里的大卫不禁错愕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连女儿的一个朋友都不认识。所幸妻子曾经做过通讯部，备忘录里有所有家长的电话。第一个同学叫尼尔森，是玛格的学习搭档；第二个同学叫罗伯特，家里有人在当警察，从小特别喜欢玛格；第3个叫艾萨克，是玛格最好的一个朋友。于是大卫拨通了艾萨克家长的电话，对方说儿子邀请好友去露营了，或许里面就有玛格，等到儿子露营回来，他会第一时间让其回复。听到这里的大卫稍微有些安慰，但心理上还是有些放心不下。女儿失联的第2天，回来后的艾萨克打来电话，他说玛格没有和他们去露营，至于他去了哪里自己也不知道。大卫慌了，女儿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情急之下赶紧拨通报警电话，而此时距离玛格失联已经过去了30个小时。上网查询本地的破案率，当看到只有1半的几率时，大卫的内心几乎到了崩溃边缘。几分钟后，突然有个电话打了进来，对方自称是一个叫维克的探员，表示警局委派他专门负责这起失踪案，然后询问大卫所掌握的一些基本情况。大卫说自己刚才已经交代得很清楚，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呢？带着疑问的大卫一边打电话，一边查起有关维克的资料。原来这个维克不仅是真的探员，而且还成立过一个罪犯康复中心，曾经帮助很多犯人开启了新的人生。种种迹象表明维克是一名好警察。大卫看后消除疑惑，连忙又交代了一下基本情况。这时大卫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女儿的笔记本电脑竟然忘在了家里。打开女儿的电脑，点开她的好友列表，通过查看每个好友的基本资料，大卫将照片和资料进行了文档编辑，最后按照排序逐一打去电话询问。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有用信息，不过也知道了女儿最真实的情况。原来玛格的生活非常糟糕，平时在学校里显得十分孤僻，甚至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此刻的大卫除了心疼女儿，更多的是自责自己身为父亲的失败。重新梳理女儿失联前的细节，大卫想起最后一通电话是在同学家里，于是通过学校的计划课程表，他很快得知是在学习搭档尼尔森家里。尼尔森回答说玛格确实在他家待过，不过晚上9点以后就走了。大卫询问玛格看起来怎么样，然而尼尔森则说 Why did you invite her to study group? 这些都是什么塑料同学？大卫无语了。至此，所有和玛格有关的人全部联系完毕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，而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，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。这时维克探员发来一段监控视频，视频显示玛格在周4晚上9点多加油，然后驾车离开了市区，最后消失在郊区的一段公路上。女儿不回家却赶往郊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玛格失联的第3天，大卫翻看女儿和自己的聊天记录，忽然想到既然停掉了钢琴课，那么每周的钱都去了哪里呢？点开网银查看交易明细，发现女儿把钱都攒了起来，
然后在几天前把2500元转给了别人。查看所转的用户详情，却看到对方的账号已经注销，这不禁让大卫联想：难道女儿被人诈骗了吗？这时维克传来最新进展，并附带了一封邮件，邮件内容是马格的另一个身份。维克说，通过调查发现，马格曾经造了一个假的身份，然后将2500元转给了自己，提现后又把新身份进行了注销。大卫听后说，这根本说不通啊！难道女儿想洗钱吗？谁家洗钱要洗2500呢？维克说，美国的确存在这种案例，目的是洗钱后去买违禁品，以此判断马格应该是早有预谋，然后选择了离家出走。这个说法让大卫立刻否决，他觉得自己了解女儿，马格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离家出走。关闭网页时发现历史浏览记录，其中出现了一个直播网站，里面存有马格大量的直播回放。原来孤僻的女儿选择直播和陌生人倾诉，并拥有一个叫薯条的铁杆粉丝，对方自称名叫汉娜，因为家境困难，只能一边上学一边在餐馆打工。眼下母亲突然患上癌症，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马格似乎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对汉娜的遭遇表示同情。大卫分析出现的这个汉娜，隐隐觉得她可能与女儿的失踪有关。在维克的帮助下，核实信息很快传了过来，汉娜的确是一名在职服务生，不过事发当晚的汉娜有不在场证明，其他信息也证实她没有任何嫌疑。大卫听后十分沮丧，一次次希望出现，又一次次被狠狠破灭。心灰意懒的大卫想关机休息一下，可下一秒瞥见了女儿曾拍摄的一条湖景，这个湖曾多次出现在马格的空间，会不会是新的线索呢？依据空间中提示过的关键词，位置指向了郊区的巴博萨湖。经过地图定位，马格消失的位置与这个湖竟然只有4英里，难道是女儿去了这里吗？大卫第六感觉得这是重大线索，顾不上时间，已经是深夜，他当即决定前往现场查看。凌晨4点22分，大卫拨通了维克的电话。Hey, where are you? Told me she ran away, Vic. Are you at the lake? 大卫说自己找到了女儿的钥匙链，那么100%可以肯定女儿出现过这里。马格失联的第4天，警察在湖底找到了汽车。当马格的车子被拖出的那一刻，大卫的心悬到了嗓子眼。然而马格并不在车内，不过车内有明显的打斗痕迹。维克代表警方通报了事件进展，这个失踪案也被正式定性为绑架案。各大媒体蜂拥而至争相报道，很快有民间搜救组织自发前来，大量志愿者穿上制服，准备在湖的周围进行地毯式搜索。此时的天气突然下起暴雨，搜救工作不得已停了下来。随着失踪案的持续发酵，马格的社交账号突增大量粉丝，此次事件也被推到了热搜第1名。这时有人在评论区宣扬凶手就是大卫，此话一出，立刻有人跟风评论，一时间所有人不再关心搜救，而是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口舌之争。讽刺的是，马格之前所谓的同学们摇身一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。尼尔森声泪俱下的录下视频，网友们直接将他捧为了人间真情。大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，想不到人性的丑恶竟是如此赤裸。整理情绪，继续调查。这时他看到一个网友为了博取眼球，竟然在网上说马格其实是个卖的。本就愤怒的大卫控制不住，线下找到这个人将他暴揍一顿。有人将此事传到网上，更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起哄。维克得知后也打来电话，警告大卫不要再做什么调查，保持冷静才是首要任务。大卫被乱七八糟的评论折磨得身心疲惫，他很无语，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一封邮件突然惊醒大卫，打开后发现是殡仪馆的直播丧葬服务。这帮人真是恶心，自己的女儿只是失踪，并不是已经死了呀。大卫打开网页继续翻找信息，希望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当看到汽车捞出后的照片，车内的一件衣服引起他的注意，仔细看竟然是弟弟最爱的球衣。慌忙查看女儿和弟弟的聊天记录，直接震碎了大卫的三观。他们最近的聊天非常露骨，并且还经常在深夜见面。这一消息刺激大卫的脑袋都快炸了，难不成女儿的失踪跟弟弟有关吗？带着疑问来到弟弟家里查看，并在进门后偷偷装了几个监控。没有多余的废话，大卫直接询问弟弟和女儿的关系。然而弟弟支支吾吾，只想转移话题。大卫忍无可忍，当场暴走。面对哥哥的厉声斥责，弟弟招架不住，全盘托出。原来马格经常在弟弟这里购买大麻，他们平时除了一起吸食毒品，其他并不存在什么关系。就在大卫愣神的功夫，弟弟反过来开始责怪哥哥，说他疏忽了马格的成长，完全不知道孩子的真正想法。马格之所以不去上钢琴课，一切都是害怕再想起妈妈。大卫听后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做的真是失职，所以才导致女儿慢慢走向了孤僻。这时维克打来电话，说是警方抓到了凶手，也确定了马格已经遇害。但事实上，凶手的消息来源于一条网络认罪视频。 Dear girl in the green car, I'm sorry for what I did to you.
马格失踪的第5天，警方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宣布绑架马格的凶手录下了认罪视频，然后选择了自杀。通过在湖边周围采集的信息，他们发现了和凶手一样的 DNA。至此，马格的失踪案被认定结束。大卫认为这个案件有很多细节说不通，甚至连尸体都未找到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他点开了殡仪馆发来的那条广告，并将女儿的相关视频和照片传了过去，希望借此能将葬礼办得体面。在上传完的最后一刻，大卫无力地准备关掉窗口。此时广告上的封面照片引起他的注意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熟悉呢？查看女儿空间的照片进行对比，最后在直播网站发现了猫腻，这不正是女儿曾经的网友薯条吗？那个曾经自称是汉娜的服务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卫急忙按图索骥查找类似照片，并很快得知所谓的汉娜不是什么服务员，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模特。通过殡仪馆问出汉娜电话，对方果然不认识女儿，当然也无从谈起做过什么服务员。很明显，维克探员在说谎。大卫气愤地想打电话找维克对质，然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，转而打给所在的警局。无意间还得知了更可怕的发现，原来维克是主动请缨负责此案，根本不是警局委派负责的说法。维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难道他和女儿的失踪案有关吗？大卫越想越是细思极恐，重新查看维克的网络资料，很快发现了一个恐怖事实：维克曾帮助的罪犯合影照里，竟然就有那名畏罪自杀的凶手。所有答案再也明显不过，维克绝对和女儿的失踪有关。令人讽刺的是，当警察和大卫去抓捕维克的时候，维克竟然出现在马格的追悼现场。锒铛入狱的维克没有隐瞒，然后供认不讳地讲述了案发经过。原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罗伯特，因为从小暗恋同学马格，所以对马格的兴趣爱好了若指掌。为了追求心爱的姑娘，罗伯特化名薯条，然后冒用安娜编造了一个身世。在得到信任后，竟无意收到了来自马格的2500元。罗伯特意识到事情失控，于是在周4晚上尾随马格准备摊牌。然而马格竟然来到一处峡谷吸食大麻，罗伯特当场和他起了争执。马格无奈给爸爸打去求救电话，慌乱的罗伯特去抢夺手机，却无意将马格推下了峡谷。维克得知儿子闯祸之后，于是想着为其洗脱罪名，他先是将马格的汽车推进湖里，然后坐等着大卫的报警。等到大卫报警之后，他第一时间找到警局并承接了这个案子，之后又伪造假证件，并引导大卫偏离调查，同时让其认为马格是离家出走。然而大卫却发现了巴博萨湖。那一晚的维克十分慌乱，他害怕大卫接着查会发现更多线索，于是想到了一个替罪羊。随后就有了凶手畏罪自杀的视频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带着大卫来到了马格跌落的峡谷。因为已经过去了接近5天，正常人不吃不喝肯定会希望渺茫。然而大卫坚信女儿还活着。幸运的是，搜救队不仅在峡谷找到了马格，还发现他真的还活着。原来正是昨天的一场暴雨救下了他。几天后，大卫给女儿庆祝劫后余生，两人也露出了久违的笑。马格重新申请了钢琴课，一切又恢复了最初的美好。至此，大卫终于可以休息一下，并安然地点下了关机。